这是一位留守山村的老人，他执意留在交火的战区不肯离去。至于他守的是什么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一个满脸胡茬、背着步枪的雇佣兵闯进了他的工房，二话不说，示意老人出门接受调查。在雇佣兵一连串的审问下，老人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整个村庄几乎已经没人了，除了山上还有一位邻居正在采收成熟的橘子之外，还有一位医生再过几天也要撤离了，而他留下来只是为了帮山上的邻居收橘子的。雇佣兵跟着老人回到他家里，老爷子一进门就开始给他们准备食物，但这两个雇佣兵却打起了歪主意。老人回头看见孙女的照片在雇佣兵的手上，没有丝毫的畏惧。看到老人坚定的眼神，雇佣兵将照片放回了原位。临出门前还不忘善意的提醒老人。送走了两位雇佣兵，他回来吃了点东西，还没等咽下去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。不用说，一定是车臣人和格鲁尼亚人打起来了。老人跑向声音传来的地方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几具尸体倒在泥水里，旁边还有一辆吉普车撞在农场的篱笆墙上。这里正是邻居老马的橘子园。老人四处寻找着老马的踪影，在几声大喊之后，他在树林里跑了出来。幸好刚刚的小规模交战没有殃及到他。老马在叙述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求救声。老人急切地走上前，发现他就是刚刚离开自己家里的那个雇佣兵。他的前胸中弹，看样子伤得不轻。老爷子把他救回到自己家里，并帮他包扎好了伤口。从雇佣兵的口中得知，他叫麦德，效力于车臣人。等他安置好麦德之后，又返回了农场处理那几具尸体。他们开车来到山林间，准备把尸体全部埋在这里。老爷子交代邻居，掩埋之前要带走他们身上所有的物品。老马有些疑惑，他们又没有钱，为什么要带走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？老人向他解释道，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即使战争夺走了他幸福的生活，即使眼前埋葬的就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，但老人心中存留的依然是满满的善意。就在老马做最后整理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格鲁尼亚人突然有了动静。老马有些不可思议，摸了摸他的脉搏，他真的还活着。趁着夜色，老爷子把受伤的雇佣兵抬回了家。他的伤势非常严重，飞溅的弹片打在了脑袋上，如果不及时取出来，肯定命不久矣。老人即刻安排老马去请医生帮忙，然后他来到麦德的房间，对对方是格鲁尼亚人的事没有丝毫隐瞒。他知道麦德极其仇恨格鲁尼亚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他计较什么。这边经过医生的处理，弹片已经取出来了，不过能不能熬过危险期，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接下来，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，不引起经过的其他士兵们的注意，他们三人合力把格鲁尼亚的军车推下了悬崖。三个老爷子望着滚下山坡的车子，最终陷在山谷的某处，不禁发出感慨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老人一边照顾着两个伤员，一边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木箱，用来帮老马采收橘子。时不时还能听到老马的抱怨。他单纯地以为两方交战的主要争夺目标就是他的橘园。他还为这场战役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柑橘之战。直到有一天，老人开门时，发现麦德瘫坐在格鲁尼亚人的门前，手上还拿着一把刀。老人先是扔了武器，随后拖起麦德返回他自己的房间。临走，麦德还不忘解恨似的踹一脚房门。放下麦德后，老人试图劝说他放下仇恨，至少不要对一个神志不清的人痛下杀手。过多的话，老爷子也没有再说。同一天晚上，格鲁尼亚人醒了，大家了解到他的名字叫尼克。麦德听到隔壁传来的动静，高声大喊说要手刃了他。既然尼克醒了，那如果不抑制住麦德心中的仇恨，迟早会出大问题。老爷子很严肃地警告麦德，想要在他的房子里杀人，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，除非是麦德先杀了他自己。出于对恩人的尊重，麦德向老爷子保证，绝对不会在屋子里动手。不知是仇恨的原因还是为何，麦德在第二天就能下床走路了。老爷子搀扶着麦德坐在桌子旁，又给他做了新的面包。事已至此，显然一把普通的门锁是无法阻挡他仇恨的内心的。不过在老人打开门锁之前，他还是再次强调了昨晚的约定。平静的生活持续了数天，尼克也终于可以走出房门了。麦德在一旁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在老爷子的搀扶下，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人围在了同一张桌子旁。虽说有之前不动手的约定，但可没说不让动嘴。Знаешь что, грузин? Короче, хочешь жить, не выходи из дома. Даже голову из окна не высовывай. Потому что головы уже не будет в доме. Я ее сразу отрежу.
老人立刻起身制止，局势才相对稳定下来。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，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冲突。在日后的生活中，他俩在老爷子的管说下，关系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点上，谁也没有触碰到对方的底线。但他俩经常会因为听哪一类的音乐而斗到嘴，也时常会因为各自领土的问题而互相对峙。麦德是典型的嘴下无情，一旁的尼克被他气得也是头昏脑胀。虽然两人说话都是针锋相对，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肢体上的冲突。转眼又过了几天，尼克也恢复得差不多了。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，也就没有了往日的针尖对麦芒，取而代之的是互相之间的调侃。不过好景不长，这天门外突然来了2车大兵。Ахмед, это Абхазия. Если они войдут, ты сдашь его? Конечно нет. Я должен его убить сам. 在得到满意的回复之后，老人把大兵们接进了屋里。显然，这个带兵的队长是认识麦德的，但是尼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了。这时，一旁的麦德说道：“大兵们在检查之后，觉得没有异常，便开车离开了。这时，老爷子提醒麦德，尼克已经走出门外了，你难道不要动手杀了他吗？”看得出来，麦德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放下了曾经的仇恨。经过白天这件事之后，他们终于可以很平和地坐到一起，一起喝喝啤酒，聊聊人生。两人甚至决定可以无条件帮他们一起采收橘子。酒过3巡，就在几人互相开着玩笑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整个农场以及老马的房子全部被炸毁了，辛苦劳作1年的收获也全部付诸东流。在发生爆炸的第2天，门外又一队车臣的大兵路过。与前几天不同的是，这次明显来者不善。性格刚烈的麦德不能忍受大兵嚣张的态度，于是和他们发生了口角，情况愈演愈烈。眼看麦德就要被大兵开枪击毙，关键时刻是尼克拿起武器将门外的大兵打倒。慌乱中，老马不幸中枪，当场毙命。麦德眼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死于乱枪之下，便朝尼克要来了一把枪。在尼克的配合之下，他俩击毙了所有大兵。尼克走出房子想看看老马，但是随着2声枪响，尼克应声倒地。想不到前几天还要扬言杀死对方的一对仇人，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对共同合作、互相保护的生死兄弟。这场冲突之后，老马被安葬在他的橘子园里，而尼克则被埋葬在这个小山坡之上。大家看到旁边的那座坟墓了吗？没错，这里埋的是老人的儿子。他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参军，也是为了保护家园而死于非命的。这就是老人即使要抛弃所有亲人，也要守在这里的根本原因。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或许这就是对本片最好的表达。当人们铸剑为犁的时候，本性总是共通的。或许我们做不到像片中老人那样，对于自己的仇恨可以释然，但在生命面前，即使是曾经敌对过的人，也会为了留住对方的生命而进行斗争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